西方极左们的花活，那确实是翻新迅速又越来越骚。最近半年的那几个难以理解的骚操作啊，鉴于大部分背景事件都还没有结束，而且呢，社会反应也有反转的趋势，暂时略过。稍早之前，另一个不可思议的操作，那就是变性运动遭到反弹之后，他们又开始尝试将历史上广为人知、深受喜爱的重要人物变身成为黑人。网飞呢，在2023年4月推出的纪录片《Queen Cleopatr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部纪录片中，竟然将众所周知的克利奥佩特拉形象颠倒黑白成了一名黑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这里是花散里，也关注当代和世界的历史演绎频道，记得先点赞订阅哦。1963年，好莱坞推出了一部由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史诗性历史电影《克利奥佩特拉》。该片在中国常被译作《埃及艳后》，也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为了便于讨论，让我将2023年的这部纪录片称作《埃及艳后》网飞版。美国有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电影和电视评论网站烂番茄，它为电影提供了2个评分，分别是来自观众和影评专家。2023年的《埃及艳后》网飞版就获得了极低的评价，观众赞成率仅为 3%， 专家赞成率为 18%。福布斯杂志更是在该剧的观众赞成率仅有 2% 的时候，刊文称这是创造了历史上的最低纪录。以我的标准来看，美国的电影观众和影评专家通常都并不倾向于保守，相反很多都是进步主义的支持者。对《埃及艳后》网飞版的普遍负面评价，反映出该片在处理历史真实性方面确实是出了严重问题。视频开头说该剧颠倒黑白，那不仅是在比喻意义上的，而且在字面意义上都成立。历史爱好者可能都知道，埃及在公元前4世纪被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亚历山大来到古希腊的马其顿，公元前305年，其部将托勒密在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并自称为埃及法老。直至公元前30年，埃及女王克利奥佩特拉自杀，托勒密王朝统治了埃及274年。这一时期的埃及呢，是一个希腊化的国家，因此将克利奥佩特拉描绘为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黑人，不仅显得荒谬，也暴露了一些极端进步主义者对历史的无视。将一个文化的元素移植到另一个文化中，这种行为呢，是有一个专有名词的，叫文化挪用。这个概念大体上是带有贬义的，我个人对文化挪用的态度也是偏保守的。当然，左派们总是会给他们做的一些贬义词的事情重新起一个褒义词的定义。最近类似的事情还有小美人鱼。迪士尼在1989年推出的动画《小美人鱼》中，原版的美人鱼是个白人形象。然而到了2023年，迪士尼在新版中将小美人鱼塑造成了黑人，而且这一改变在市场上引起了反响，也是偏负面的。通常迪士尼的新动画片，比如《狮子王》呀、《阿拉丁》这些，其首月的票房收入都是在10亿美元以上，但是新版小美人鱼上映6周的票房收入仅为5亿美元，属于只要能收回成本就已经算不错了。这主要也是因为内容的不自然造成了群众的不认同。詹姆斯邦德系列的新电影也将有一位女演员来出演007的角色，不知道这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尽管这些文化挪用看起来荒谬，但是他们并不违法，毕竟这些都只是故事片或者是艺术片，他们有充分的想象空间。然而埃及艳后网飞版它是一部纪录片，纪录片的宗旨就应该是真实的记录实际发生过的事情，而不是凭空的想象或者编造。但是网飞似乎深受政治正确的影响，连这个最基本的原则都已经忽视了。这种做法引发的强烈反响，不仅是来自电影界和广大观众，作为4大古文明之一，人口超过1亿的埃及官方也对此表达了愤怒。埃及国家最高古物委员会秘书长瓦奇里指出，把克利奥佩特拉称为黑人是对埃及历史的篡改，网飞正试图制造混乱，散布埃及文明起源于黑人的错误信息。在去年5月，一组由埃及律师和考古学家组成的团队呼吁对网飞采取法律行动，以惩罚其对埃及遗产的扭曲，并要求了20亿美元的初步赔偿。该团队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了干预的呼吁。而埃及艳后网飞版的制作团队面对国际和国内强烈的谴责和抗议时，其回应也是值得玩味的。该剧的制片人史密斯表示，我们很少看到或者是听说关于黑人女王的故事，这对于我和我的女儿非常重要。显然这样的回应是缺乏逻辑的。很少看到或听说过黑人女王的故事，可能是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显眼的这类故事本来就不多，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为了自己的重视程度而歪曲历史进行伪造。这部片子的导演加纳维对批评的回应更加的离奇，他质疑说，为什么克利奥佩特拉不能是一个黑皮肤的姐妹？为什么有些人坚持她必须是白人？事实上克利奥佩特拉她是马其顿希腊人的后代，而非南撒哈拉地区的黑人。
历史事实他就是白人，与应该或者需要无关。认为克利奥佩特拉主要是黑人血统的说法，甚至连邪说异说都称不上，完全上不了台面。这种程度的改编，即使是在日本的大河剧中，都是难以被接受的，何况是作为纪录片呢？更离谱的是，加纳维又进一步称，认为克利奥佩特拉是白人就等同于白人至上主义。而电影的女主角詹姆斯当然也因为扮演的这个角色而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了批评。她在推特上屏蔽了所有的批评，并且表示对坚持自己的立场感到 exciting， 会继续做自己。这个反应我倒是赞赏的，只要为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利弊负责，坚持和做自己都是好品质，只是希望这种利弊不会被进步和大多数给重新分配了。第四种辩解更为有迷惑性，认为克利奥佩特拉并非完全是黑人，但是他的血统也不是100%的清楚。波士顿大学考古学教授巴德在新闻周刊中就表示，除非是找到了克利奥佩特拉的木乃伊进行 DNA 分析，否则我们无法确定他的肤色。但问题不在于克利奥佩特拉是否应该如1963年的伊丽莎白·泰勒的白人形象，而在于他绝不可能是2023年的詹姆斯所饰演的形象。一个基础的常识是，现存于地球上的所有人类的个体都拥有现存所有人类种族的基因，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自己肤色的判断。克利奥佩特拉当然可能有黑人基因，但他的父母是马其顿人，詹姆斯是绝对不适合扮演这位埃及女王的。那克利奥佩特拉的马其顿希腊身份已经比较明确了，但是我还想再扩展到政治不正确的方向，那就是在埃及历史的整体传承中，其文化身份如何去定位。古埃及文明是一个多民族的文明，这一点从其地理位置也看得出来。埃及位于地中海东南，是非洲、南欧和西亚交汇的战略要地。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复杂性和连通性，埃及的人口与文化组成必然是多元化的。关键在于这种文化融合的结果主体是什么，或者说是如何演变的。首先，对现代埃及人的遗传基因分析表明了2个重要特征，他们与北非和西亚的土著种族有着共同的父系血统，与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埃塞俄比亚有明显的区别。其次呢，通过对古埃及人样本的基因分析，可以看出他们与现代埃及人也有显著的差异，而与现代近东和欧洲人的差异比较小。这就表明古希腊和罗马对于埃及的统治导致了2000年前埃及人中欧洲成分的增加，后来西亚成分又不断增多。简而言之，现在埃及人与西亚人最为相似，其次是欧洲人，与撒哈拉以南或者是非洲黑人差异最大。埃及律师塞马里去年4月份就向检察官提起了诉讼，要求关闭埃及的网飞，并且指控该纪录片宣扬非洲中心主义，试图扭曲和抹杀埃及的身份。这里的非洲中心主义实际上是指黑非洲中心主义。由于埃及位于非洲，这种做法被称为 blackwashing。英语中这个词本来意味着揭露，但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语义也发生了改变。今天将非黑人归为黑人，虽然错误，却反而被视为正确。人口超过1亿的埃及，要以国家的力量才能主张一个被归为黑人的白人并不是黑人，何其的荒谬！很多人，包括一些保守派人士，都认为极左派的思想特征是否定宗教和无神论，但是这种看法并不完全准确。极左派的意识形态本身就像是一种宗教，尽管其中形式不同，但是其狂热程度不亚于传统一神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们。现代极左派们在种族和性别问题上的极端表现，完全失去了理性，颠倒黑白，实际上是将自己视为神明，将保守派视为异端，将其他地区已经失败的极左派视为伪经。他们对历史和事实、逻辑、概念几乎是一无所知，以单一的极左主张作为检验以上这些方面正确性的标准。这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现代利益斗争现象，将愚蠢也作为了一种武器。但是武器只会依附于人，那些以无知和愚蠢为荣的人，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和羞耻感，可能不会是利益斗争的胜利者。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